斯里兰卡宣布国家破产，什么原因导致？为何此次破产会引起全球广泛的关注？斯里兰卡是一个位于热带的海洋岛国，位于印度的下方，是社会主义共和国，人口数量在2033万左右，国土面积65610平方公里。斯里兰卡的经济以农业为主，该国的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主要是西兰红茶。据《环球时报》驻斯里兰卡的特约记者报道，斯里兰卡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。斯里兰卡总理宣称，这场危机会持续到2023年底。国家破产了，那么最大的受害者一定是民众。具体的表现就是缺油。首都科伦坡现在的公共交通设施，像公交车，如今已经不堪重负。再加上这几年的全球疫情，导致全球疫情的萧条，特别是像斯里兰卡这样的靠进出口谋生的国家，疫情更是雪上加霜。对于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，人均工资转换为人民币就大概是1-2千左右。斯里兰卡民生物资大涨，加上没有外汇可供进口，日用商品由于疫情也一度短缺，民众普遍受到非常大的影响。而且此次经济危机的愈演愈烈，斯里兰卡国内很多的街道都能看到很多年轻的乞讨者，很多的行业产业濒临破产。斯里兰卡主要的旅游业在新冠疫情的猛烈冲击下已经一蹶不振，并欠下了很多的外债。如今斯里兰卡以一个破产国的身份向 IMF 谈判，但是现如今的斯里兰卡已经不再有偿还外债的能力，自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谁还会相信他有还钱的能力？所以这笔钱 IMF 也不敢乱借，特别是全球疫情大势下的这些年，有些情况可能早就天注定了。斯里兰卡由于缺乏石油，国内的车目前也都是处于报废的状态。因为目前斯里兰卡缺乏外汇，付不起钱，所以自然也就不会有石油运抵。国内最大的石油生产公司因为短缺问题已经关闭了唯一的炼油厂，国内剩下的只有少数几个加油站，还剩1.5万的柴油，而这种柴油储存量只够用2天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人就会问了，那现在斯里兰卡的人还上班上学吗？答案肯定是没有上班。这种情况下，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上班上学。现在斯里兰卡全国上下基本上就是处于停滞的状态。正所谓经济圈里的危机是一环扣一环的，有一个不行了，其他的也就基本是没有戏。据有关媒体报道，很多学校早就宣布停课了，因为买不到笔和纸，没有钱去进口，考试也被取消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学生们的升学也是无限延期了。这些都还是斯里兰卡在应对这场危机微不足道的表象。更可怕的是蔓延在整个社会的绝望不安。曾经灯火通明的科伦坡，现在却陷入一片漆黑之中。现在有一些用油发电的医院仍然亮着灯，但这些医院如今也是江河日下，药品短缺。现在即使再有钱，也无法买到药。据斯里兰卡最大的儿童医院称，我们接诊的患者中有大部分的儿童因为温饱问题而营养不良。这场危机造成的影响有多大，已经肉眼可见了，没有人可以不受影响。但现在斯里兰卡生活的人已经看不到国家的任何希望，经济已经完全崩溃，整个国家都陷入失信的困境，而这种日子什么时候到头也没有人可以知道。斯里兰卡能逃的人现在目前都已经逃走了，但是也有非常多的人在绝望的泥潭里万念俱灰。那么现在的困境到底是怎么导致的呢？说到底是多重原因导致的。政府多年的管理不善，还有腐败不堪，还禁止使用化肥，让斯里兰卡的粮食产量已经入不敷出。还有最近的国际冲突上也导致了粮食上的危机，全球燃油价格的大幅上调，危机的爆发也自然是在不出意料之中。6月份，中国政府宣布向斯里兰卡提供5亿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，也是斯里兰卡爆发危机以来接受最大的援助。事实上，中斯两国一直在关系上非常的密切，在斯里兰卡和猛虎组织的内战中，就是靠着中国在军事上的支援才能够撑到现在。中国在斯里兰卡租借的汉班托塔港也是被印度视为眼中钉的国家，也常常被西方媒体拿来炒作中国威胁论。可实际上，没有中国的话，谁可以帮助斯里兰卡搞建设？在这次的斯里兰卡的债务危机中，中国同样也是受害者。
不过，对于中国来说，这点钱都是小事儿。有些非洲国家也同样缺钱，在南亚的次大陆，斯里兰卡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。那么，就有网友会问了：斯里兰卡的地理位置如此特殊，中国为何要在一个小国上不断的提供帮助呢？不怕吃亏吗？而且印度就在旁边，不会加剧印度与斯里兰卡之间的对立吗？首先，从地缘关系上来看，中国与斯里兰卡距离甚远，没有边界问题。但是，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航行上，像中国这样的出口贸易大国，不得不加强与斯里兰卡之间的合作性。另一方面，像斯里兰卡这样的小国，不能够依附英国、美国这样的大国，那就只能依靠像中国这样的国家，有利于自身的安全。所以，印度自然会有所忌惮。由于中印之间的实力差距，造成了不能完全靠政治手段来压制中国，经济上又不能过于帮助斯里兰卡，所以斯里兰卡肯定是更加的亲近中国的。但是由于斯里兰卡在地缘上与印度又太靠近了，斯里兰卡又不敢太跟中国亲近，毕竟在北印度洋，印度还是非常有话语权的。关于斯里兰卡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去拉拢中国，因为中国的青藏高原对印度的地缘压制，使得中国可以相对容易来强势打击印度核心区，所以印度胆敢与中国对抗，那必定会损失惨重。但是很多欧美国家把矛盾指向中国，很明显，很多西方国家并不愿意看到两国之间互帮互助，反而借着这一次的经济滑坡大肆抹黑中国政府。为了摆脱困境，斯里兰卡提议中国人旅游可前往斯里兰卡，毕竟旅游业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国家的重头戏。如今斯里兰卡想要走出困局的话，克服经济以及外贸瓶颈才是他们的重中之重。对于斯里兰卡的经济独立以及发展选择之上，可以为其提供相应的帮助。只要这些债务国家能够继续保持对于中国的信任以及合作上，就是对谣言最好的回击。